今天下午第一个视频，我们来聊聊港股的携程。这个股票也是之前粉丝留言比较关注的一个品种。那么这里我先说一个结论，从整体走势来看，上涨可能已经结束了。那么后期经过周线级别的反弹之后呢，这个携程的港股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次回撤下探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借着反弹这个契机啊，我们大家应该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降低我们的仓位，锁定我们之前做多的一个利润。那好，下来我们通过波浪理论的精髓，我们层层分解这样一个结论到底是如何得出的。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周线图。周线图当中是上涨的第一波一浪、二浪、三浪、四浪，这边是五浪一、五浪二、五浪三、五浪四、五浪五，整体走势走出了5个大浪的上涨推动。那么局部的在第5浪当中又出现了5个子浪，那么合计一共走出了9波上涨。这也是波浪理论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的延长浪的一个特征，9波或者13波。那么目前来看，此次的上涨应该是在24年12月份上旬的598港币已经结束了，低点是在22年的3月中旬，是在 123.30 港币。那么此次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时间用时是大致是2年时间。那么从24年的12月中旬开始，那其实它已经进入到这个中期的回撤调整浪当中，也就是我们之前老生常谈的五浪上涨结束之后，那么后期必然跟随一个3波的 A、B、C 调整。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看此次调整第一波的整体走势的一个回撤幅度。那么可以看到回撤的位置是处于黄金分割 0.382 的附近，也就是416港币附近。那么这里已经结束了回撤的 A 浪，当前是处于调整浪当中的第2个阶段，反弹的 B 浪。那这个 B 浪如果后期结束呢，必然还会迎来再次的2次回下跌，那就是一个 C 浪。这里我先标注一下 A 浪、B 浪，最后还会见一次 C 浪的下跌。那通过上述我们通过结构的划分可以看到，那其实这一次反弹就是之前在高位追多的投资者的一个出逃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是减亏的一个机会，甚至于保本的一个机会。因此它的性质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是2个概念，同时也是2种操作方式，是从波浪形态给出的第一个结论。好，我们看一下第2个结论。第2个结论我们切换到这个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从高点下跌的这一波，它其实是走出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一般经常出现在大周期的反弹或反转的一个初期。那一般出现这种5波，我们就知道引导楔形出现之后，必然伴随着整体行情的一个转势。那这里我们还是看它是一个整体合并为一个 A 浪。那 A 浪运行完毕，我们就要迎来什么浪？ B 浪。B 浪反弹的幅度我们依然可以去参考黄金分割的一个划分的一个压力。那当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向上反弹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523到551这个区域。当然它如果强势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反弹到之前的这个次高点的一个位置，也就是578。那从目前的这个点位来看，我们当前点位是在508，向上如果继续反弹，将会遭遇第一次的一个压力区域，就是523、551，空间呢大概是有15到40港币这样一个压力，短期反弹的一个目标区域。从幅度上来说，那其实这一次的 B 浪反弹它是已经进入到后半程。如果能反弹到更高的位置578的话，那当然来说的相对的空间还比较大一些。但是如果此次反弹 B 浪比较弱呢，它就是在523到551这个区域停住呢。所以说2手准备我们都要考虑。因此目前整体的一个走势，我个人认为短线参与其实已经错过时机了。当前更多的是要考虑
你在之前相对低位拿到的这个多单，这个反弹看到哪里，我应该在什么位置考虑减仓，或者说全部清仓，这是目前应该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只要不逾越之前的历史高点598，那么后期这个 C 浪预期是非常强的。刚才也说了，那这里 A 浪走了5波，那整体走势它是出现了一个引导，那引导之后必然伴随一个反弹，之后还会有一个2次回探。那从整体回撤的一个结构呢，这里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形态啊，我们还是考虑首选是535的锯齿形，就是意味着后期 C 浪往下再出现的话，也会走出一个5波形态。所以对于目前的价格来说的话，刚才我的观点已经表明的非常的清楚啊，目前这个位置已经处于 B 浪反弹的后半程了，向上的空间也并不是特别大，这个位置就是考虑我什么位置跑啊，或者什么位置清仓。多余的我们要等待进入到压力区域之后，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顶分型，或者是日线级别的十字星，那届时我们才会尝试考虑 C 浪的转折点是不是要来临了。好，以上的波浪形态解析关于这个港股结成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包含美股、港股、黄金、原油、数字货币或者是国际期货，都可以给我留言，我也会在其中选择有价值的品种或者有参考意义的品种，我们拿出来一一分享给大家。好，今天下午第一个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